我今天想聊的重点是亡灵节，还有死亡文化对我们切身的意义，所以不会讲到太多亡灵节的知识背景历史。这2年我在墨西哥有陆续观察记录一些关于亡灵节啊或是死亡文化的小笔记，那今天我想要把它收束起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个轮廓，当然也有很多跟我们台湾文化的比较，清楚看到一次以后，我们就可以再重新把它发散出去，让它再自由的呼吸感受一个社会是怎么跟死亡这件事相处。我想我们都很好奇，但是又很难定下心来去看得清楚，就是它本来就比较容易让我们想要别开眼去。我们今天就一起坐下来，深深的凝视他的双眼吧。Si eres mexicano o mexicana, te pido un gran favor. Si después de ver este video algo te llegó al corazón, por favor déjame un mensaje. Ese será un gran regalo más valioso para mí. ¿Va? 亡灵节，然后呢？我们来墨西哥都会很希望参与亡灵节，它是一个融合古老信仰还有天主教的一个非常热闹的节庆。在墨西哥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各种不同的节庆，而且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在庆祝。但是亡灵节当之无愧是全年最盛大、大家最重视的一个节日。那现在假设我们全部都参与完毕，很感动。然后呢？其实第一个问题我总是很好奇的，就是墨西哥人真的都相信这些信仰吗？尤其是受过现代科学思想教育的人，墨西哥可是美洲历史最悠久的教育重镇，它什么科学、医学、艺术、文学各种都非常先进，不是只有亡灵节跟毒枭而已。当然墨西哥还是算宗教气氛浓厚的天主教国家，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受科学教育思想的人，常常反而会对科学有更深的认同跟理解，因为他们对于传统宗教的限制和无奈反而有更深的体悟。在我聊天过的为数不多的墨西哥年轻人或是中年人当中，其实蛮多人都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就是对传统信仰其实不置可否，也没有真的相信，甚至也有不少是笃定无神论的。当然他们也欣赏信仰或是神这些美丽的概念或是价值系统，而且其实我觉得对死亡的态度其实跟教育程度也不太相关，每一个人对死亡的信仰其实也都是独一无二，甚至随时都在变动的。大概很像我们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跟态度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因为这种事很难说清楚，好像也没有必要说清楚，所以就算外面有很多声音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相信爱情或是死亡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还是都能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面貌，跟他们说的也不见得一样。所以我觉得死亡在个人层面，其实无论在美国、台湾、墨西哥，其实不会差太多，在这个现代社会。但是在集体文化，我觉得就差蛮多的。像我们台湾，尤其是长辈，有一些可以很坦然的讨论死亡，但是有一些就蛮忌讳的。至少整体的气氛，死亡还是一个比较被压抑内敛的话题。看连多元性别都有彩虹骄傲大游行，但是死亡清明节还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无色的一个节日。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或是需要改变的事，就是它跟我们东方整个哲学也都有关。那我们可以看到另一边墨西哥的亡灵节，它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极度夸张盛大的庆典跟艺术，那它也已经无限的延伸到日常，它用尽各种方式去照亮死亡的模样，所以让死亡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多阴影，不是说逼着我们去看见那些阴影。以下是我这短短2年在墨西哥对于死亡或是亡灵节的一些萃取精华片段，从节庆到个人
对于死亡的一些观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罐营养的死亡基金吧。亡灵节有完没完？每年1年1度，大概从10月28到29到11月一整个月，每天其实都有亡灵节的活动。那墨西哥全国每个地区有他们不同的风俗或是风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尤加敦的梅里达，他们有一天白天有办一个粽子大赛，他们每个家族都会有他们秘密的食谱，因为他们亡灵节有一种特别的大粽子，非常好吃。听说在很古老的从前，这个粽子也是用人肉做的。总之呢，每一家的摊位前面都会有一个神主牌、神桌，那上面就放着他们过世的亲人的照片，有老的，有年轻的，那都是很活生生的生活照。所以你一边在排队等粽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些亡者的照片，你想象他们亲人是怎么想念他们，想象他们生前是什么样子。那同时你也对于那些生意比较差的摊位的神主牌的亡者感到有点拍谢。再来是墓园，我本来就很喜欢参观墓园，但是在墨西哥去墓园逛逛好像比较名正言顺，不会被别人觉得很怪。他们所有的墓园其实全年都装点得很漂亮，然后离生活区也都非常近，都在餐厅或是住宅的旁边而已。那当然在亡灵节更是装点得不得了。在梅里达的亡灵节，他们每天晚上都有举办夜间的墓园巡礼，都会有很专业的解说。那完全不是那种吓人的体验活动，都是很认真的在介绍这些墓园的艺术或是这些亡者的过去。另一个是骷髅，我觉得别的文化真的蛮少出现骷髅，像是西洋顶多就是海盗船长船的前面有一个恶心的骷髅，或是说那个有毒或禁止进入的标志会有个骷髅，或是像是在台湾好了，传统文化哪里会出现骷髅？没有吧，顶多是庙，有时候庙会有一区有那种地狱的场景，但是就连地狱场景很多时候都只有恶瞟，会出现骷髅的都是极度恐怖的状态，很少见。但是在墨西哥呢，骷髅到处都是，而且可以是很可爱的东西，像是小糖果、蜂蜜罐、饮水机，或是各种的壁画，或是很美丽的活人的面具。就是在墨西哥，骷髅并没有被赋予一个负面的形象。亡灵节大游行，它根本的意义就是那些亡灵从墓园出来，回到阳间来晃晃，来跟家人团聚。那可以是很热闹的，或是很肃穆的游行。在梅里达真的整个月每天都有官方，无论是主广场或是各个公园，各种活动，也有粽子食谱大赛，小孩跟年轻人的跳传统舞蹈，还有很性感的古文明球赛复刻，非常值得一看。还有摄影展呢，还有变装皇后的跳舞啊，还是一些脱口秀。我那时候就拼了命的想要尽量参加，虽然根本不可能，因为它同一个晚上可能同时在很多个地点都有不同的活动，所以我月中的时候就病倒了，实在太累了，高烧头痛5天，完全下不了床。一定会有人说这是卡到阴，但我单纯就是觉得，就是人与人的接触太过频繁了，应该就是逼流。阴间的店名，我发现他们还蛮多。不管是餐厅啊、小店或是民宿，他们的店名会取的，如果直翻成中文会变成像是地狱或是阴曹地府，翻成英文就变成是 hell。但是因为他们的古文明的地下世界、死后世界叫做 Meatland， 所以像这间超好吃的汉堡店，它就取叫 Meatland， 那感觉就很不一样。它里面有很多非常酷的现代艺术的画作，那我觉得除了很帅跟酷以外，还有一种美跟宁静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种死啊，跟美国重金属死黑那种叛逆不安、带着攻击性跟绝望毁灭色彩的那种死跟酷，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有看到一间度假民宿，叫做中阴，但是它完全没有要阴间吓人的意思，它就是一间非常 chill 的度假村。
在 Airbnb 上面有看到另一间也是类似那种死后世界地狱的民宿名称，但是它的装饰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悠闲，跟地狱没有什么关系。就我觉得在墨西哥死后世界并没有夹带着一种黑暗的斥力，它好像是可以跟这个活人世界比较自然的流动的。闲话家常，我的谁死了？虽然我目前经验还不多，但是整体的，尤其是跟妈妈辈、叔叔辈的墨西哥人聊天，还很不熟，我才初次见面没多久，他们很容易就会讲到死去的亲人，甚至比如说我问说你有几个兄弟姐妹？那个阿姨她就会说，我有7个兄弟姐妹，但是有3个死了，所以现在剩4个，而且她可能还会说怎么死的。还有民宿老板娘也是随便聊，他就可以提到他爸爸之前因为要在墨西哥城把那个棺木移动到他们山上的家乡，就开棺的时候就发现他爸的头发都还非常的完整，然后连那个皮衣服都还没有腐烂，讲得非常的 detail， 然后差点要拿那个手机的照片给我看，其实我也蛮想看的。另一个民宿老板也是很容易就讲到他太太是怎么死的，然后重返他过世那一天很恐怖的现场，然后好像身临其境这样。在台湾，我相信大家也都蛮想要谈自己亲爱的过世的亲人，但是我觉得通常会是怕对方忌讳，所以不太会一认识就讲这些，就连很熟的朋友说不定都还蛮后面才会知道。淡定伊国干尸博物馆大体标本死亡肖像，虽然墨西哥人他们总是以热情激动闻名，但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反而特别的淡定。像这一间墨西哥老城区的博物馆，它里面有非常多各个时期的胎儿的标本还有大体，他们其实蛮多这种博物馆里面都会有人体的标本，那都不会有任何的警告标语，也不会有人抗议。就连我本身是医学背景的，但我突然看到也会觉得哇，就是有点赞叹，会很惊讶，这真的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下才会有的现象。像这个干尸博物馆也是，他们像这种干尸博物馆全国各地有很多，它不是用来见来吓人的，它每一个干尸的橱窗上都会有标示他之前可能是怎么死的，那他生前的身份，还有博物馆以前是墓园教堂的样子，那些教堂的墓园可能过一阵子死人满为患，就会把一些清出来，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就自然变成干尸，所以就摆在教堂里，摆满了人。那博物馆的墙上也都会贴很多有关于死亡的诗句，里面我也发现有很多不管是婴儿的干尸，或是小朋友过世以后家人抱着他们纪念的照片。那后来我在 YouTube 发现一个艺术史学家的访问的影片，他就专门是研究19、20世纪的死亡儿童肖像。那整场访问非常的温暖自然，我觉得尤其是小朋友的死亡是大家特别不敢碰触的，因为还没开始，所以他的生命很轻，但反而就因为这样，所以更沉重更伤痛。看这个影片就发现哇，原来这个议题是可以这样谈论的。然后论文里也写了他自己的诗，他也说他从小就对这种题目很着迷。那如果延伸到考古，因为玛雅跟阿兹提克有很多什么食人、砍头、剥皮、挖心脏这些很血腥的习俗，那些考古学家总是非常心平气和的在讨论这些议题，所以我有时候很爱看这些影片或是杂志，不是因为这些内容本身很血腥，而是他们那种淡定的态度非常的迷人。好，现在我要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像这个是美国介绍火化过程的动画影片，我一路看这些死者的家人眉头深锁，非常嫌恶的样子，在面对整个火化的过程，而且他还是用动画，就已经
把它丑化成这样。你想说有必要这样子尬拍琳娜吗？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影片，很少会直接批评一个文化不好，但这个影片我觉得真的是蛮糟糕的。一个不好的文化就是这样被强化的。你看，相对于另一个，这个是墨西哥人介绍他们尤加敦半岛有那种清理亲人骨头的习俗。你看他是真人，他的骨头就放在手上，但是整个态度气氛是这么的温暖，完全没有故意要黑家人。回到我们亲爱的死亡，包围我们的死亡。墨西哥考古大师Eduardo Matos Montezuma 说，其实很多人对于墨西哥的亡灵节这些很着迷，所以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墨西哥人很欢迎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还会笑，还会庆祝。那这当然是个误会，就是死亡对于墨西哥人来说一样是最沉重最悲伤的事情。但是的确他们整体对于死亡的文化或是态度是走得比较前面一点。那回到我们台湾，我觉得文化很像一团看不见的浓雾，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独立出来，或甚至已经走出那一片浓雾，但它还是环绕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习俗到底怎么影响我们？我们中秋节真的有在看嫦娥月兔或是吴刚伐木吗？或是端午节我们真的有认真在祭拜屈原吗？我觉得到现在还被人们认真看待的习俗，它一定是跟我们白天所思所想或是晚上所思所想的背面有关，所以才还可以深深渗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像大多数的农业节庆，或是一些用古老的方式解释世界的节日，可能就无可避免的会慢慢飞到的。但亡灵节之所以会越来越盛大，我想我们都是可以看见原因的。因为现在科学跟资讯那么盛行，其实我觉得就算有特定宗教的人，也不见得会很笃信死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就怎么面对死亡，变成一个很个人的随时可以变动的一个自由。那参与亡灵节这个体验，难道是想要沉浸在另一个宗教里面吗？好像不是。我相信参与亡灵节的人，没有人要逼自己说要相信或是不相信那个信仰，那好像不是重点。我觉得亡灵节最令人着迷的核心是庆祝，不管是色彩缤纷、欢乐的庆祝，或是庄严肃穆的庆祝。庆祝这一件看起来最不值得庆祝的，代表结束的死亡。其实庆祝死亡真正的目的是庆祝生命，生命的全貌当然包括死亡，把死亡纳入日常生活，生命其实看起来反而更辽阔、更完整，像是一张照片把夜空或是天空纳入一样，甚至是像看见地球在宇宙中的样子。我们都知道万物都被死亡怀抱着，但是常常会忘记。当我们偶尔想起或是被提醒，当然会觉得哀伤，或是带着一种释怀或是谦卑，但同时想起死亡，我们的世界反而也会披上一层新鲜的像春天一样的色彩。这些充满感情的庆典跟仪式当下，我觉得其实就是信仰本身。就像我们看可可夜总会，大家都会哭，那个眼泪本身就是温热扎实的。我觉得人类最终的信仰也许就是像这样，是一种集体的温暖跟默契。尽管我们都知道50亿年后太阳会渐渐耗尽它核心的能量，然后膨胀，地球也会跟着毁灭，这只是宇宙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而且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死很久了。彩蛋时间，前几天我刚完成这一支影片的思绪初稿，后来晚上睡觉，清晨的时候我就梦到，因为我们有个国中同学2年前因为意外过世了。那在梦里好像是一个教室的地方，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我们大家有机会再跟他讲到话，就有另外一个国中同学拿着小卡来一个一个问大家说啊，你们要跟他讲什么话啊？就写在那个紫色的小卡上面。那个负责的同学就来到我前面，我还在想要讲什么的时候，那同学就自己帮我说啊，你是不是想说时间过得真快？想不到我们当初还是屁孩，当初还想也许以后可以住在一起的嘞。就是我跟那个同学以前有一阵子不是偷偷啦，互相喜欢，但是连手都没有牵到。后来我就醒了，清晨半睡半醒，就回忆刚才那个梦，就那个拿着小卡要来给我们写的那个同学本人，就是过世的那个同学。但是在梦里我没有感觉到，在梦里他是另一个同学，非常奇妙。当然醒来以后我也想说，好险，怎么可能住在一起呀？一切都留在唯美的状态。人家后来也有女朋友，过世一直骚扰人家。醒来以后就继续窝在被子里，我就摸到我自己有一点凉凉的手脚，因为冷气有点冷。那我就突然想到，我是摸不到我自己冰冷僵硬的时候的。那就连接到我们今天一直讲死，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好像很复杂的问题，但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生命就是死掉不拥有的一切。我爸在我小时候就跟我说过，生命就像白驹过隙。其实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或是整个地球在宇宙中的时间轴，它都是一个很窄的细缝，像是一匹白马这样子过去一样，它的前后都是无垠的黑暗。所以现在的一切，无论是好或坏，开心或不开心，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或是过得太快，都是生命。现在在荧幕另外一边的你，赶快摸摸自己的手吧，因为很可惜的是，你是摸不到它冰冷湿僵的时候的。赶快帮我多摸一把吧。谢谢你今天陪我在这里，我是 Jenny， 请订阅 Jennifer in Mexico。Soy Jenny, muchísimas gracias a ti. Si te gusta, por favor suscríbete y escríbeme. Es un gran placer para mí. 好啦，今天就到这，下次见喽。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I think